说到修图后置这件事情，你应该知道摄影跟后置是脱不了关系的。但是你知道早在50年前，其实后置就已经存在了吗？那后置顾名思义就是后期制作，像是底片在暗房需要经过药剂一连串的过程，最后才能见光，然后才能呈现给大家看。当然也就会有摄影师去研究一些特殊的技巧，例如说我们要增感冲洗啊，或是调制特殊的药剂比例。那你这样一说，不就跟我们摄影师现在拍摄RAW档给你一样？RAW档一般摄影师我们现在是不会轻易的交出来给我们的客户的，因为还没有经过我们的调味，还没有经过我们的巧手去后置过嘛。那在2022现在啊，如果你是新入手这个相机、空拍机，那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相机都有内建，甚至连手机都有内建这个 RAW 的选项。然后你就想说，大家都很多进阶摄影师都会说，你一定要用 RAW 拍照，不能用那个压缩过、破坏过那个 JPEG。然后你就选择 RAW， 结果你拍出来的照片反而是那个灰灰的，然后平平淡淡的。然后你就说啊，我不是拿手机拍就好，我拿相机拍干嘛，对不对？然后看起来那个照片不是特别吸引人。那主要这个原因是因为 RAW 档就是相机感光元件直接读取那个最深最原始的照片，直接呈现给你。那记录的资讯很丰富，但是你需要稍微去后置调整一下，最佳化。那你今天可以透过非常多的修图软体、后置软体来达成我们原本要做的这件事情。像是在我们电脑上面，我们会有 Adobe 的 Lightroom 或者 Photoshop， 很多人都在使用嘛。然后包含手机，我们会有 Snapseed， 然后一样又有那个手机或是平板那个版本的 Lightroom。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软体，叫做 Luminar Neo。我觉得它蛮适合轻度的修图者，然后空拍的飞手、空拍的玩家，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业余的摄影师，我觉得都蛮适合的。那今天我们主要就会讲它要怎么样子让你够一键把那个天空替换啊，然后做一些基本的人像，做一些基本的风景修图，我觉得都蛮合适的。然后具体要怎么样使用呢？我们今天都不会使用那个艰深的词汇，我们用最简单的字面意思来带大家看一下。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内容。那先进到这个软体的主界面，你可以看到上面有目录、预设集跟编辑3个主要的选项。那目录就是会呈现我们导入的照片，预设集这边有一些内建的滤镜，然后你还可以在上面有一些额外滤镜可以下载，那你就可以直接对我们的照片进行套用，就可以给照片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滤镜调整。OK， 那回到原本的这个目录页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左下角这边有一些关于照片当初拍摄的一些技术的参数部分。那接着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照片来导入，你可以选择左上角的加入相片。那我们一样选择我们这边有精选了几张照片，到时候来做修整的部分。然后我们就把它全选，然后你就按这边的添加，就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来。那我们先选取这一张我已经做过修整的照片，那来到编辑，你可以看到它右边的界面算是比较简单的部分，就是它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条列整理给你看了。那因为我已经做过修整，我们就来到编辑这个地方，然后按放弃编辑，它就会回到我原本就是做过这12项的设定，把它全部还原。那你现在看到这一张就是当初拍摄的RAW照片，什么都没有做过调整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的开始。那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它基本上我们判断一张照片都要从它的这个色阶分布图、直方图来去看。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这个部分，它主要整体都是偏向比较亮的部分，所以我们想要把它还原到比较就是左边亮部也有细节，然后暗部也有细节的部分，因此我们这边就会先来做明亮跟阴影的一个调整。那你可以理解成明亮跟阴影主要是控制直方图左右两侧，就是比较明亮跟比较暗的部分。那如果是下面这个白色跟黑色，就会针对比较边缘的色阶，就是例如说我对比度下降太多啊，就整体已经太过于灰色，感觉就不够通透，少那么一位。那白话来说就是少一个让我们眼睛可以识别的纯黑色跟纯白色，导致我们就会觉得还比较朦胧的感觉。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调整白色跟黑色。那大部分的时候会先调整明亮跟阴影部分为主。那这个亮部、阴影、白色跟黑色，在 Luminar Neo 这个软体里面，它是用发展这个词来称呼它的。那我们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还有一个裁切，不一定是自己手动裁切，我们可以选取好我们要的比例。例如说，我们想要做这种4:5的比例的话，那我们可以按这个裁切 AI， 它会电脑去帮我们计算，好像哪一个那种裁切方式是比较 OK、比较合适的。那这也是也蛮方便的一个选项。那现在这边这个地方，我想要裁切是4:5直幅的比例，因为是要给那个 Instagram 用的，Instagram 最佳的直幅比例就是4:5，所以我这边就手动来做一些裁切的部分。那 OK 的话就一样，这边直接按下 Enter， 它就帮你做好裁切了。那接着这个部分呢，我可以来做一些消除杂讯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在早上，我记得好像是
6点多的时候拍摄的，它可能那时候太阳光出来，这边阴影的部分还会有一些那个杂讯。那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杂讯这个明度的部分。那如果你要调整这个颜色，主要是用于这种我们热噪点啊，就是深夜的时候，就是说拍摄星空可能会出现一些那个热杂讯，然后有一些不规则的那种彩色的点点，那就可以调整杂色的部分。那再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风景，里面有一个储物。那储物应该可以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叫做去朦胧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把早上有一些那种反射的那个低对比度的部分去把它消除。那像这边还有这个黄金时间，那这是这个软体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部分，它对于比较多细项的部分都有做出来这种单独的那种名词的选项，那变成说你可以直接去调整，就可以比较简单，就是你知道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比较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个功能到底是要干嘛用的。那来到下面这个边缘的部分就不用再讲了吧，就是直接调整我们像黑边啊白边的这个数量的部分。那如果你想知道修改前跟修改后，你可以点击这边有个眼睛的，是针对我们做的这个选项。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了，叫做天空。那你可以置换天空，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一些像是我刚刚选择的这一个有点像晨昏的部分，它就会跟我们现在当下这个场景比较类似。那因为这个软体有帮我们去计算后面这个山的景深的部分，所以你其实可以发现它对于后面山的分层，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昧的就是把天空给上去，而是有经过计算，会对于这个山的部分来做适当的修正。所以像这样的效果，平常我们可能会透过 Photoshop 而不是在 Lightroom 里面做到，因为目前上面还没有给出这样的功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 Luminar New 就是把这样的选项直接放在我们的侧边来，让你可以快速的做修正，我觉得还算蛮方便的哦。那讲完刚刚那张照片呢，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个是好几年前在日本拍摄的一张空拍照片。那你可以看到当天的天气有一些山岚这样午后的缭绕啊，那它对于这个整体的颜色来说还是比较偏暗的。那我们一样看到这个直方图的部分，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个阴影的部分往上拉亮一点，然后我们一样去调整这一个白色的部分跟黑色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透过这个眼睛啊，我们来看一下修整前跟修整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比较暗的地方已经变回正常的亮度，而比较亮的地方我们依旧是保持它原本应该要有的这个样子。想说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我就直接把后面的天空置换掉了。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使用这个是 Blue Sky 2这个东西，那一样我们这边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水平位置。好，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讲过一个工具叫做 HSL， 它在这边是在颜色里面，那你这个地方可以对于它的这个色相、饱和度跟亮度3个要素分别去调整。像在这张照片里面，我可能觉得这个鸟居的部分，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当初调整或拍摄部分，它对于这个红色的这个显色有一点太过的红，那我可以这边直接针对它的一些像是红色或者是橙色做一些调整。那看下来，就是这一张照片，它就并不会让这一个红色的部分看起来这么过于突兀了。那我们现在讲完风景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部分是关于人像的部分。那人像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也是跟刚刚一样，我们会先进去发展里面调整我们的明暗跟这个阴影，还有白色跟黑色部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下面这边有一整排都是关于人像调整的部分。那下面有肤色啊，我们可以先去调整这一个部分，然后再来还有关于身体的部分，它可以直接帮我们这个塑形。我觉得就是对于目前修图软体来说，能够直接内建这样的功能常驻在旁边，我觉得算是很方便的。如果是对于我们大量的修图来说啊，就是这样的功能确实可以增加我们那个修图的流程。特别像关于这边脸部的轮廓，就是对于我们拍摄人像部分，我觉得这一个是蛮重要的。简单来说是这样啦。然后当然这边还有很多细项，像是我们这个眼白啊，然后还有这个红斑啊，反正这边很多选项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参考看看这样。那我这边再做一个简单的风景修图给大家看好了，就是不管是空拍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在平面拍照都可以适用的部分。那一样先进去，我这边可能就先来做一个裁切的部分。那裁切完的话，这边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我就先做一个天空置换。你看我们那一天的天空看起来是比较的灰白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早上的状态，清晨比较容易起雾的状态。那我想把它换成一个比较抓人眼球的那种天空的样式。OK， 那换完了之后呢，我这边可以去做发展的调整。一样，我们会先去调整这一个明亮啊、阴影、白色跟黑色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直方图会呈现一个比较
那个常规分布的一个状态。接着我们还是再回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天空的垂直跟水平位置。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修图后置前跟修图后置后的差异，其实我觉得差异还是蛮多的哦。那我们现在修完图回到这个目录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可以对这些照片做一些简单的归档。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点击一张照片，它的右键有设置这个收藏，那快捷键是 P。那左边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到时候直接快速的点击，就是有收藏的资料夹。那你可以再点击右键，可以看到这边有调整的复制调整，快捷键是 Command 加 C。假设我们有一整排类似的照片要复制贴上，那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多选，全部选取起来，或是直接按贴上。那你可以把类似的场景直接做一次性的改变，有没有？只是这样子算下来，这个功能还算是蛮方便的。只是变成说，如果你是连天空都改变，它同样的照片那个连天空就是一整排都会一块的改变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一整排的照片都是同样场景需要调整的话，你可以选取同步调整，就是你一次把所有档案选取起来，那它可以连同所有部分一次做一个改动。只是你会注意到说，我连天空的部分也被一同做了修整，就是全部都套用同一个天空。那你可能还要再去各自做一些更动这样子。那至于来到最后部分，你就可以对于它做一个输出。你可以来到右上角，或是点击右键，这边会有导出的部分，那你就选择这边选项，看你需要输出什么样的格式跟大小。然后需不需要锐化就可以直接输出。那如果你说到我要丢弃这个档案，不要这个档案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右键或是 Delete 键，这边有这个丢到 Luminar 的那个垃圾桶。那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选项让你选取，就例如说我要把原始档案删除，没有，它这边就是直接把这个在系统资料库的档案里面丢到就是这个程式里面的垃圾桶，就但实体的档案还是会在原本的位置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要试用或下载这个软体呢，你可以进去 Luminar Neo 的这个官方网站，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 View Plans 的一个选项，那你点进去之后啊，你会发现里面会有两个，就是你一样可以做的选择。那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基本版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 One Seat 跟 Two Seats， 那代表的是就是一套软体可以用在一台电脑跟两台电脑。那如果你有两个工作的这个单位的话，那我是建议 Two Seats 还蛮划算的。那总结一下呢，今天分享这一款 Luminar Neo 这款软体啊，其实它在对于这个人像，就是包含我们刚刚说的脸型，然后脸的那个肤色，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身形以及天空，像是一键置换啊，然后打光啊、太阳光这些部分等等，其实你会发现它，因为它界面真的是非常的简洁，很好上手，所以它的那个学习成本相对来说也比它的对手，像是我们说的那个 Lightroom 啊，或是对于这个 Photoshop 来说，它会更加的让新手或是让我们轻修图的玩家可以更快的到定位，也包含我们所谓的这个空拍机的那个飞手这样子。其实它如果能像 Lightroom 一样，就是能够让我们把记忆卡然后读取到那个外接硬碟里面去，就让我们做一个移动的这种选项的话，我相信会对于更多的那个职业修图来说，那他们会更多的去采用这样的一款软体哦。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Luminar Neo，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或是什么样的那个指教，可以对于这款软体都欢迎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那这里是摄影聊家，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期再会。